同胞们、工友们，我们这次集会为的就是抵制日伪政权发行储备券的事情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，小鬼子在我们中国是寸步难行，抗日的烽火也在全国燃烧。小鬼子他国力薄弱，竟然想进日战区搜刮，以补充他们的物资财力，要发行一个完全就没有货币基础的储备券，这就是他们的阴谋。为的就是搜刮我们的民脂民膏，结果呢，搞得物价飞涨、通货膨胀，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。我们能答应吗？我们能答应吗？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！当然不能答应！我们要坚决抵制这些烂票子，大伙说是不是？是。啊，林秘书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来，坐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？院长大概是听说我善于封建，所以悄悄地叫我来，给您相面吧。你还会相面？略知一二。来。其实院长贵相天表，无需我绕舌。您是心根正，土星亮，近日有加官进爵之喜，文昌耀眼。您是从文起家，七七死绝之地，六八丁旺相逢，在子嗣上，您是艰难的很呐。就官运而言，交于59、69之间，年近知天命才逢大运。但是您抬阁发案，所以官运和财运都已经到头了，而且晚年还有牢狱之灾，所以您一切还是小心为是啊。哎呀，现在我总算知道你是怎么糊弄林世群了。我的履历那是公开的秘密，你拿来改头换面、照本宣科就是了。你呀，能蒙过林世群，你蒙不过我。那院长，您找我来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林世群忽然去了苏州，你说这是不是他的避祸之计啊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，院长。我刚刚被辞去了秘书之职，已经不在他身边了。啊？怎么？你帮他出谋划策，帮他捞足了钱，他就一脚把你蹬开了？部长嫌我太聪明了，怕我是他肚子里的蛔虫，就把我打出来了。哎呀，林世群这个人呐，特务出身，有多疑的毛病，又不学无术，你到他身边，那是帮了大忙了。只可惜啊，他不懂得珍惜人才。你呀，是明珠暗投，找错了靠山了。哦，院长也不能这么说。其实部长对我还是不错的。上次您抓我的时候，就是部长救了我。错了，我抓你是抓给他看的，他根本就没有救过你。哈，怎么样？他不要你了，到我这儿来吧。
我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哎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亏待你。院长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大量民众在租界游行，把工部局都给包围了，声势浩大呀！他们都在反对我们的储备券政策，好多银行的人也参与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有，他们把胡白2人的尸体也给抬来了，一定要让工部局出面表态。这怎么办啊？反了！这是聚众闹事，公然对抗！马上通知宪兵司令部，让他们派兵镇压。哎，等等，院长，这是在租界里，名义上还是英美工部局管辖的。您要是派兵进租界进行镇压，那是国际影响啊！英美肯定不会干的。再说了，日本人现在跟英美还没有开战，这个责任谁负担得起啊？那就给76号打电话，让他们派人去。这件事情不能再扩大了，否则就不好收场了。可是林部长现在在苏州啊，76号由他一手控制，没有他的命令，谁都不敢动啊。那就给林士群打电话。总之，这件事情要快点平定下来。院长，租兵游戏影响到这边了，街头有民众聚集，怕是要响应了。这还了得呀！你马上向营佐将军报告，请日本人出面。你快去啊！是。你让罗军强到租界去看看有什么情况啊！快去。是。哎，你怎么还不给林士群打电话呀？快给他打电话，我要直接跟他对话。坚决抵制储备券！坚决抵制储备券！杀人偿命！杀人偿命！严惩杀人凶手！严惩杀人凶手！坚决抵制储备券！坚决抵制储备券！杀人偿命！杀人偿命！中国主权不容侵犯！中国主权不容侵犯！严惩杀人凶手！严惩杀人凶手！中国主权不容侵犯！中国主权不容侵犯！严惩杀人凶手！严惩杀人凶手！中国主权不容侵犯！我是蓝灯爵士，代表租界工部局。你们如果有什么话，就说吧。你知道胡建长和白之纪之死吗？他们是2家银行的经理，只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储备券，就在租界内被人暗杀。你要跟我们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也要表态拒绝接受储备券。我们正在调查这件事情，我们也正在和当局进行交涉。你这是推脱搪塞，我们绝不答应！绝不答应！冷静，冷静！我们有3个条件：第一，严惩杀人凶手，加强租界治安；第二，空哥，跟租界工部局说这些话有用吗？你懂个屁呀！这叫隔山打牛，是说给日本人和那些汉奸听的。要是他们不听怎么办？不会派兵来镇压吧？这就是较量，等着吧，还有杀手锏没出呢。哎，盯紧点儿，别让人伤着出院了。喂，苏州清乡委员会吧？啊，我是帅飘啊，我想找林部长。什么？他不在？林部长不在苏州办公室。喂，我是周淮海，你们告诉他，不管他在哪里，马上给我回个电话。哎，马上给丁默成打电话，他是林士群的上司，让他给76号下令。丁部长向来跟林部长不和，76号没有人听他的。院长，我从民机关回来了，我见到了营佐将军，藤田司令正好也在。他们怎么说？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力主镇压的，藤田司令把宪兵都给派出来了，可是派遣军总司令部不同意啊，说是接到了东京的指示，现在正是日美关系的敏感期，不能因小失大，更不能直接卷入美国的这个冲突，所以啊，他们又把宪兵给撤回去了，让您全权处理这件事。这不又把球给踢回来了吗？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呢？啊？院长，我认为推行储备券的事儿还是应该暂缓。日本人现在撤火了，如果事情越闹越大，很有可能会从租界影响到整个上海，再从上海蔓延到江浙，这样就没法收场了。不如缓一缓。缓一缓，
这一环我就认输了。杀人偿命！杀人偿命！中国主权不容侵犯！中国主权不容侵犯！这是我花旗银行的老板，卡尔。我是花旗银行的。哦，邢小姐，刚才我和夫人在楼上听了你的演讲，我们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呢。是啊，我们支持你们，不能任由他们这样胡作非为。我们泰安银行会全力支持你抵制储备券的发行。那就太谢谢周行长了，我们做的还不够，我们需要全中国同胞的共同努力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哟，周行长、周太太，还这么有闲心看游行啊！你们的银行被挤兑了好几天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看也撑不了多久了。我们会有办法的，邢小姐，我还有别的事，先走了。好，再见啊。这就是上海外资银行跟租界工部局的联合声明。工部局向来软弱，这次竟然硬起来了。那是因为有英美银行做后盾。以前你们到租界抓人杀人，因为没有触及他们切实利益，所以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现如今，推行储备券，已经触及他们经济利益了，所以他们才会应。你说的有些道理。但是这次民众上街游行，是谁挑动的？如果没有这些市民游行的话，英国人、美国人怎么站出来，敢跟我们公开叫板呢？院长，这肯定是共产党啊！除了共产党，谁有这么大力量？可是没人喊共产党的口号，喊的都是要生活，不要搜刮。这不是共党口号是什么？哼！可恨有些人赚了大钱又临阵逃脱，把我们扔进了火药桶。这笔账我是记下了，你知道我指的是谁？院长，那您准备怎么收拾这个摊子呀？还能怎么办啊？先缓一缓吧，等这股风浪平息了以后再说。哎，我是周淮海。啊，营佐将军的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日本方面
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整个情况。为了避免和英美发生冲突，暂停储备券的推行。他们已经有了新的方案，让我马上到北机关开会。好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哎，大哥，要香烟吗？香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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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郑，亮，帅票来了。来，帅，租界的游行情况你都知道了吧？啊，我当时就在周淮海的办公室，还是民众的力量大呀。他认输了，决定暂停推行储备券的发行。这都是按照你的策划进行的。先是司马空的报复，然后你用计支走了林世群，最后你把英美银行推出来。说实话，我很担心日伪的镇压，要是那样的话，就会造成流血冲突事件。游行是在租界，进租界镇压就直接和英美起冲突，所以他们不敢，对吗？本来日本宪兵都已经出动了，后来又撤回来了。这次他们没有露头，不想跟英美冲突是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，我怀疑他们有个更大的阴谋。周淮海已经到北机关去开会了。说到周淮海，你怎么会在他的办公室呢？他想拉拢我。林世群一直对我不放心，不想让我做他的秘书了。周淮海听说以后，就单独约见我，正好赶上这件事。我看得出来，周淮海对林世群那是深恶痛绝。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？还是一个字：聊。报酬有两种，一种是杀死他，一种是逼死他。你说这两种，哪种的代价小？原来你给他们出主意，是一步一步把他们往深渊里面带啊！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下一步日本人会干什么呢？将军，刘院长啊，将军，我们刚才正在讲一个笑话。一个贼盯上了贵夫人的珠宝箱，费尽心机把它弄到了手，可是打开一看，全是石头。你说可笑不可笑啊？将军，租界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，你们怎么不以为意呀？周院长，让你看一件宝物，是专门从日本运来的，请起，打开。嗨。这是法币啊！你拿起来仔细看看，看能不能看出来点名堂。啊，这些法币是假的。不错，它就是假钞。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派兵镇压租界的游行吗？还让你暂停了储备券的发行，就是因为它。日本现在正和美国进行外交谈判，但我可以确认，日美之间必有一战。我们现在之所以不和他发生冲突，不是因为怕他，而是在等待时机。将军的意思，这只是一个不镇压的理由。不要打断我的话。你说，战争的基础是什么？
是经济。若是能搞乱敌方的经济，他的战争就进行不下去。怎么样才能搞乱他的经济呢？就是他假钞。我明白了，将军，您下令停止储备券的发行，就是要把这些假的法币投放到市场。可是，这些能管用吗？去年我们试着把少量的假钞投放到河南、湖北的战区里，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，闹得那里人心惶惶。所以军部决定扩大假钞的数量，把在日本加班加点印制的近1万法币运到了上海。市民们不是抵制储备券吗？那好啊，我们就把这些假币全部投到市场上去。我懂了，用假钞充值，老蒋的经济必定大乱。置人于死地有2把刀，一把是硬刀子，一把是软刀子。假币就是软刀子，军事上整不倒，就用软刀子。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新计划，它一定会收到奇效。空哥，这你也看着了，我觉着呀，还是人家共产党有办法，一下子就能聚那么多人，洋人都站出来了。这回啊，周淮海就等着认栽吧。这老混蛋老奸巨猾，日本人还没出面呢，你呀，别高兴得太早了。空哥，都到这份上了，你还在担心什么呀？我担心的是日本人的阴谋。这明里退了一步，暗里不知道哪儿他又飞起来一脚。空哥，重庆戴老板的电报。哎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怎么了？戴老板追问我查抄那些假钞的情况，我最近一直忙着那个什么储备券，没顾得上啊。不是就这几张假钞吗？有多大事儿啊？这事儿可不小。要不然大老板也不会几次发电报来催问。哎，我那假钞呢？不知道啊。好像在那个抽屉里边，你去帮我拿过来。我得找个人让他帮我搂一眼，再帮我拿个主意。得，我知道你找的这个人是谁。不是空哥，你怎么总找他呀？不是你废什么话呀？这满上海除了他还有谁懂？快去！别急，别急，我去。老郑让我跟你单独聊聊，他说，你曾经向他提起想要参加共产党的愿望，是吗？老郑说还要考验我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考验。这次反对日伪的储备券，就是对你的考验。你跟以前的帅飘，真的是不一样了。这都是因为卢林，还有我家破人亡的仇恨。看看吧。九思，君子有九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愤思难，见得思义。这是我刚到上海的时候，一位老者写在纸条上留给我的。我在牢里听雪儿跟我说过，是他的爷爷张九思，对吗？我这条船呐，从一开始就没有驶上正确的航道。经过这么多事，这么多人，我才发现了正确的道路。我才认识到，只有共产党，只有全国几万万的民众，
才是我真正的靠山。你能想到这些，我是真的为你感到高兴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舒远。干什么呢？这光天化日的，关你什么事啊？这有个扫把星，我们走吧。站住！我找你有事儿。你给我看看，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种假钞很糙的，一眼就能识破，你要它没有用的。上次没告诉你这些假钞从哪儿来的，这是重庆戴老板专门派人送到上海来，让我查根源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这会不会是日本人和汪精卫搞的鬼？不可能。全国的经济中心是哪儿？上海。现在他们在强制推行储备券，如果让这种假钞泛滥的话，这个假钞去兑换储备券，他们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？他们不会这么傻的。你说的吧，有那么点道理，但是这些，哎，你就跟他走吧，我看他闹什么好。这个新计划，除了我们日本人以外，你是第一个知道的中国人。你可以告诉汪主席，但就到此为止。这个计划一旦泄露出去，那将会是一件丑闻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明白，这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的，我一定守口如瓶。大量的假钞已经运到了上海，不日我们就将把它分发到各部队，用在各战场。到那个时候，蒋介石的经济崩溃就指日可待了。将军，我能做些什么呀？大批量的假钞流行，势必会引起重庆的怀疑。你要把好这个关口，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开。这件事情我不让林士群做，而让你做，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什么原因啊？租界游行，他躲到了苏州，当心。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将军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就什么也不说了。啊，将军，那我告辞了。慢走。雪儿。哎，帅票哥，邢小姐。雪儿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把帅票哥兜里的东西清理出来，准备给他洗衣服。雪儿，你又不是丫鬟，这些衣服啊，以后我会自己洗的，你不用管了。没事儿，我不是空着吗？对了，帅票哥，这个是什么钱呀？我怎么没见过？好，这个是储备券，我在周淮海那儿开会用的。主任，司马公会不会还在赵府公园？赶紧找他去。到底怎么了？去了就知道了，赶紧走吧。我哪点不如他我？红哥，找你半天了，叨叨什么呢？跟谁较劲呢？这是跟谁较劲？我跟水里的鱼较劲呢。你说你跟水里的，听到了吗？我大哥不喜欢你们，滚！走了。哎哥，你不会是真喜欢上那个邢淑媛了吧？我能喜欢她？我瞎了眼了我。好啊，我总算是听到你的心里话了。
不是，哎，怎么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司马公，刚才那个假钞，给我再看看。扔了，喂鱼了。赶快捞上来呀！我是说真的，没跟你开玩笑，赶快捞上来。你真的看出点什么来了？你们觉得这两样东西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什么一样？不一样的地方，是因为它们是两种货币，一个是法币的假钞，一个是储备券。但是印制钞票的纸张是一样的，它们都同样粗糙，而且一揉就会掉颜色。你们摸摸看，感受一下，看看两种纸的感觉是不是一样的？是一样，没错。可这又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法币的假钞和储备券是在同一个地方印刷的。司马公，你是对的，他们来自日本。可你不是说日本人不会像想象中这么愚蠢吗？我太低估日本人了，难怪他们要暂停储备券的发行。这可能就是他们的新计划，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阴谋。我要马上赶到周淮海那儿去，我一定要搞清楚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阴谋。帅飘，他怎么突然间这么紧张啊？谢谢啊，帅飘，赵队长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啊，我到市政府办点事儿。是去见周院长了。我听说你刚才就去了一趟。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我没跟他说什么。不是赵队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部长回来了，他知道这件事情后很不高兴，要你一个态度。走吧，跟我回76号吧。我现在真的有事儿，着急到市政府去。部长那边我回头会跟他解释的，行不行？部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。等会儿再解释，就永远不要再解释了。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，是要进去呢，还是跟我回去见部长？院长，这营佐将军可是出了名的冷面人，他今天能把您一直送出来，这很少见啊。你想说什么？啊，我是觉得租界这个事儿，不是等于在日本人头上拉屎吗？他们竟然选择忍气吞声，这不太对呀。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打算，你不要瞎打听。是。院长，你看，是帅飘他们。别理他们，我们走。喂，等一下，停车。你下去，让帅彪和赵之江到我办公室来，我有话问他们。是。李秘书，二位这是在市政府门口干嘛呢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找帅飘说点事儿。刚才周院长就在那辆车里，他说让二位进去，要见你。要见我们？怎么，周院长请不动你？既然周院长让我们进去，我们就赶紧进去吧。怎么，赵队长，你还要抗命啊？不是，走吧，走。你们先回去吧。我听说你们的林部长回到上海了，啊？哎呀，真是走得及时，回来的也及时啊！上海租界闹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真是神仙。院长，您误会了。这林部长一听到消息就马不停蹄地往回赶啊！他赶回来了，事太平了。
他指挥你们为什么不打电话呀？为什么不打电话？院长，您就别动气了。这事情不是已经过去了吗？话又说回来，如果76号动手，那租界肯定是血雨腥风，上海也搅得不安宁。目前这个结局不是挺好的吗？帅飘说的对，这部长不是不管，那胡建长跟白志记不就是我杀的吗？那是我们之前达成的协议。好，对了，我让你抓司马空，情况怎么样啊？哎，院长，这个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您怎么还抓着军统不放啊？军统以租界为藏身之地，这是一大隐患，必须铲除。中统和军统在上海盘桓多年，根深蒂固。我知道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但是这是你们的职责，要尽快办到，懂吗？院长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把您的要求传达给部长的。营佐将军还会对你们有更多的要求。你可以走了，帅彪留下。哎，院长，我还是跟赵队长回去吧。我知道您要留我什么事儿，但是部长知道我跟您见过面以后，已经很不高兴了。虽然我已经被部长撤了职，但我毕竟是他的人，请院长见谅。喂，我是周淮海。什么？这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好吧，好吧，那你让他进来吧。走吧。秦气中佐不是经常到76号来吗？他怎么跟院长也有来往？日本人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走。哎，部长的后台是煤机关，你没发现最近他们来的少了吗？是吗？难不成还真是这周淮海在中间捣捣鬼啊？你赶快回去把这个情况告诉部长，我到门房去打听一下，看最近谁跟院长来往的多。好，早点回来啊，省得让部长跟我怀疑你。明白。老郑，你找我啊？帅彪刚才从市政府打来电话，他见过周淮海了。那情况怎么样？他用话去套周淮海，但是周淮海守口如瓶。不过他还是露了点马脚。他们要加紧对军统和中统的追捕，这本来不是他的责任。我想这件事可能跟重庆有关，所以司马空就是他最大的威胁。一定是那些假币。我看帅飘对此很紧张，可又什么都不说，害我和司马空两人猜了半天。他刚才在电话里边也没有跟我讲太清楚，但是我想他紧张的事情应该跟经济有关。那他现在还在市政府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他刚才说，不管这件事有多困难，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查清楚。帅彪，啊，李秘书，你不是和赵之江走了吗？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啊，李秘书，刚才在大门口你救了我一把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。我救你？我怎么救你了？嗨，我就是一个倒霉鬼。你看，部长知道院长要见我，就起了疑心了。这下好了，又被赵志江抓了个现行。刚才要不是你来了，让我们一块去见了院长，我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啊。老兄，你得千万给我作证，在院长面前，我可一句部长的坏话都没说过。你想得美，我绝不会给你作证。我倒是挺想看着你倒大霉。哎，你要是死了，我更高兴。那个，吕秘书，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你是怕我到了院长身边你就丢了饭碗了。但是我跟你说实话，你放10000个心，我根本就没有兴趣。哎，就院长那个婆娘心肠，
那疑心病比谁都重，我到他身边有什么好处啊？我真没兴趣，你放心吧。帅飘啊，帅飘，你敢这么说？我看你是不想要脑袋了吧？我说的不是真的吗？啊？你看，院长跟秦器中佐开个会，他就是日本人的一个中佐呀，开这样的会他都不带上你，为什么？那就是因为不信任你啊。我到他身边有什么好果子吃啊？你懂什么呀？这是院长和秦器的秘密会议，除了汪主席，谁都不能参加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也听不明白。我还有事儿，不跟你磨牙了。汪精卫和周淮海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惊天秘密，竟然连林士群都不知道。吕秘书的食言引起了帅飘的高度警惕。争奇斗艳，在我心中只有你的容颜，我怎么